连一刻都没有为四角甲中的死亡哀悼。立刻赶到战场的是小丑大蜘蛛。桑勒带着艾姆路捡完四角甲中的人头之后，继续在树海窟中游荡，很快就发现了区域 BOSS 小丑蜘蛛的痕迹。不过现在他们进不去，因为里面已经有一队玩家正在战斗了。桑勒刚准备坐下来等等，就听见一声尖叫，随时掉下来的是一个男玩家。他们眼睁睁目睹那位男玩家还没来得及重新上去，就被从天而降的大石块压扁。玩家死后，里面也空了出来。桑勒欣然走了进去，完全不受上一个玩家死亡的影响。洞窟里到处都是蜘蛛网，上面还倒着了2个被裹得严严实实的玩家，想必是被当成储备粮了。桑勒让姆鲁留在下面进行实况解说，这次他打算无伤单挑攻略区域 BOSS， 掏出致命菜刀直接窜了上去，踩着石壁如履平地。但是越往上，蛛网就越密集，这些蛛网一旦碰到就会被粘住。好在桑勒之前在训练场学到了新技能，突然上面落下一块巨石，他来不及多想，本能的使出了新技能一搜跳，越过巨石继续往上。下面的艾姆路手忙脚乱的躲开，看到自家队友身形不断闪现，注意到前方几乎被蜘蛛网给拦了下来，赶紧开口提醒。没想到桑勒竟然抓住一根蛛丝跳了上去，并没有被粘住，因为蛛丝的特性就是直向丝线没有粘性，所以接下来他给自己上了个加速 buff， 就像在丛林中奔跑一样，在蛛丝上也如履平地，一边急速前进，一边躲避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块，终于来到了大 boss 面前。桑勒凌空一跃，准备从上方攻击，结果小丑蜘蛛突然挥起爪子把他打了下去，他及时借助蛛丝稳住身形，重新弹了出去，双手不断挥舞菜刀，对准小丑蜘蛛右脚就是一通乱砍，紧接着又是一套连打斩。蜘蛛再也无法在蛛网上站稳，居然就那么掉了下去。但是还不等桑勒松口气，他就发现蜘蛛的屁股开始冒白液，立刻扔出一把菜刀断了他的后路，喷出的蛛丝没能粘上墙壁，小丑蜘蛛只能无力下坠。不过这种高度还摔不死人家区域 BOSS。 桑勒环顾四周，看到上面有许多原木和石块，当即露出一个猥琐的笑容。得亏小丑蜘蛛长那么大个，全砸在他身上，当然这种程度还远远不够。桑勒自己迅速飞奔到下方，还要和小丑蜘蛛正面 PK， 在对方攻过来之前就向后一跃，拉开距离。此时此刻，他又回想起了曾经的卢卡翁那里受到的屈辱，连个小区域 BOSS 都无法正面打倒，还怎么去打倒卢卡翁复仇？骤然睁开眼睛的桑勒瞄准蜘蛛背上的小丑脸，一套连击全部砍向要害。终于，蜘蛛的身体开始迅速膨胀，最后爆炸化为了一堆数据。他竟然真的无伤杀死了区域 BOSS。艾姆路高兴的又蹦又跳，看他这副模样，桑勒也忍不住得意起来，感觉还有些不过瘾呢。就在这时，他和另一边的监狱同时收到了亚瑟发来的邮件，邀请他们一起搞个大事。监狱也刚才单挑打倒一只区域 BOSS， 一听要搞事，桑勒和监狱两人立刻来了兴趣，和亚瑟在之前的世纪末抢劫游戏中碰头。见面之后，桑勒和监狱忙着聊之前的辉煌，亚瑟有些不耐烦，直接把剑插在桌子上。废话就不跟你们多说了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讨伐独特魔物首目的伟扎艾蒙？独特魔物4个字一出口，瞬间引起了桑勒和监狱的兴趣。这可是香开所有玩家都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就连桑勒也只碰到过同为独特魔物的卢卡翁一次。现在亚瑟竟然告诉他们小队把独特魔物当经验包耍。但上次桑勒被卢卡翁吊打，仅凭他们3个真的能打败传说中的独特魔物吗？亚瑟表示，那只魔物并不是人数够多就能打倒的。之前他们公会巅峰时期的时候，曾经组过前15强的讨伐队去打，结果3-2下就被秒杀了。根据亚瑟的研究，想要打败伟扎艾蒙，等级差距不是大问题，需要纯粹的玩家技巧。而身为职业玩家的监狱和作为粪作作业的玩乐，就是他挑选出来最合适的同伴。一阵沉默之后，桑莱还是没忍住吐槽的欲望：职业玩家和粪作玩家是可以摆在一起的吗？当然，这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2周后，夏季大型更新完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，就是他们动手的最佳时机。如果要去的话，他们只剩2周的时间准备。这种难度的挑战，桑勒怎么舍得拒绝？只是他听出来，亚瑟肯定还有点事情瞒着他们，想要拉他们下水，当然得真诚点吧。于是接下来就是作战会议时间，因为之后的2周几乎都要泡在游戏里。桑勒就先去便利店购买了一些储备粮。刚从游戏店出来的时候，小林刚好路过，
一扭头看到了自己暗恋的男神，立刻躲起来等着桑乐出来。等他拎着一袋的食物走出来后，小林鼓起勇气上前打招呼，结果桑乐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好像是去年的同班同学。绞尽脑汁才想起来人家的姓氏，小林语无伦次地找着各种搭话的话题，最后还是单刀直入聊起了香开，告诉桑乐自己也在玩香开。刚想问他之后能不能一起玩，桑乐就收到了亚瑟的夺命连环 call， 只好匆匆地跟小林告别。虽然没能说出自己就是赛卡琳的事情，但是那个男生说这么多话，小林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而桑乐回家后就立刻进入了游戏，刚睁开眼睛就看到艾姆露那张可爱的脸。他告诉艾姆露自己2周后要去找手模的魏扎艾蒙打一下，那期间可能要先解除和他的组队了。没想到艾姆露听到这个名字大惊失色，连滚带爬的回到了拉比兹，嘴里还嚷嚷着要跟霸哥说这件事，这让桑乐有些为难，因为是亚瑟建议他跟 NPC 解除组队的。在香开里 NPC 要是死掉的话是不会复活的。霸哥从艾姆露那里听说这件事后，立刻把桑乐叫了过去，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去和那个没死透的家伙打架。桑乐不知道霸哥为什么要这么称呼魏扎艾蒙，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这个突发事件肯定能给他许多情报。他努力扮演霸哥小弟这个角色，表示自己的确并非确定能获胜才去挑战的，只是为了协助一个朋友，对魏扎艾蒙也几乎一无所知，希望霸哥能多少给点提示。霸哥就只告诉他，无论做了多少准备，去打没胜算的架就是有勇无谋。桑乐真情意切，他们可不是为了送死才去打架的，只是想回应一下一心求胜的好友的斗志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不管是输是赢，他们也只会尝试这一次。而他将力量借给心意已决的好友，不正是仁义的表现吗？说完后还向霸哥土下座。桑乐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英勇，让霸哥不免有些动容，最终决定回应他的决心，告诉桑乐魏扎艾蒙是个笨拙的家伙，死不变通又不知分寸，因为撒了一个拙劣的谎言而失去了妻子，变成了现在这副求死不得的模样，却无法自我了结，只能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活着。事实上他也的确需要有人去打倒他，让他就此长眠。霸哥起身走到门口，既然桑乐心意已决，那他帮一点小忙也无不可。香开里逼格最高的 NPC 竟然是个打铁匠。桑乐和艾姆露跟着霸哥来到了锻造厂，虽然不是很懂霸哥说那些话到底什么意思，但是能开新图就说明成功推进来了吧。这时一只黑兔子被霸哥叫了出来，这位也是霸哥的女儿，艾姆露的姐姐。上次桑乐见那个卖衣服的兔子是艾姆露的哥哥，该不会整个拉比兹的兔子都是霸哥生的吧？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黑兔子似乎从艾姆露和霸哥那里听说过桑乐，感慨他跟伊贝鲁有相同的眼神。所以这个伊贝鲁又是谁呀？新的兔子吗？突然霸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，让桑乐把他的致命菜刀掏出来，打量一番后对2把武器非常的满意，决定把它们做真话。黑兔子瞬间激动起来，意识到自己的老爸要亲自掌锤，赶紧兴奋地跑去生火。霸哥又问桑乐手里有没有什么稀有素材，刚好上次捡人头弄死的4角甲虫是掉了不少，霸哥就用4角甲中的甲壳帮致命菜刀升级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拽起身上的雕就甩了出去，手里握着锤子，周身霸气外露。在霸哥把菜刀放进炉子里煅烧的时候，艾姆露和黑兔子自豪地向桑乐介绍他们的爸爸。原来霸哥是个锻造师，还是站在最顶峰的锻造师，只有锻造技术登峰造极才能被称之为名将，能够锻造失传的神代武器则被称为古将，而霸哥就是两者全部精通的神将，天下无人能出其右。说话间，霸哥已经开始锻造了，一锤子下去，上空竟然出现了几个法阵，每敲打一次就会浮现并被吸入武器中，这就叫做真化，是读取武器战斗中技术的记忆与经验，把武器打造成更为相称的形状。这2把致命菜刀中还有桑乐挑战强者的那些过程与经验，再加上桑乐拿出来的强者之力，这些会在霸哥的锻造下逐渐融合起来，最终改变武器的形状。锻造着霸哥突然开口吟唱起了古老的歌谣，他的手也跟随节奏不断地敲打致命菜刀。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捶打，桑乐那2把致命菜刀终于获得了真名与真实的姿态。现在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兔月上弦与兔月下弦，这是一把合二为一的武器，2把刀缺一不可。桑乐激动地查看面板，上旋的功能是在与比自己等级高的对手战斗时，成功打出暴击时虽然会减少 HP， 但下一次攻击的威力会增加，而下旋的功能则是以同样的条件能恢复 HP， 并且打出一定数量的暴击能累积合体能量条。看完之后桑乐更加激动了，
迫不及待地拿起刀准备装备试试看，结果下一秒系统提醒他所需能力值不足，无法装备。桑乐赶紧算了算自己的面板，总之想要使用这2把菜刀，他必须要先达到50级。好不容易获得超强新武器就不能用，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吗？等这边的事情忙完，桑乐赶紧去了和亚瑟以及监狱的聚会。即便如此，还是迟到了3个小时。亚瑟露出了和善的笑容，今天你没给个解释，就准备留遗言吧。桑乐赶紧说出了自己从巴格那儿获取的有关魏扎艾蒙的情报。巴格曾经用行尸走肉和没死透的家伙来形容魏扎艾蒙，说明这家伙很有可能是不死气的魔物。亚瑟也想起来之前讨伐魏扎艾蒙的时候，对方一开始的动作的确很僵硬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告诉桑乐自己和监狱有事要做，让他们先去遗迹练习，然后给了2人地图和钓鱼竿。但是在离开的时候注意到了桑乐的兔子背包，这一看就是艾摩路假扮的。艾摩路努力地抱着自己降低存在感，却还是被发现了。不过亚瑟也不是很在意，愿意带就带着吧，反正他已经提醒过了。等他走后，艾摩路实在是撑不住了，悄悄地问桑乐自己能不能稍微活动一下。一旁的监狱大惊失色，你的装备为什么会说话？事到如今，一人一兔都不带装了。监狱一听这就是传说中的独特剧情 NPC， 立刻抱住艾摩路又捏又揉，恨不得横刀夺爱把他给抢走。不过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2人不再多说，随即出发前往亚瑟说的遗迹，开始组队练级。